为了守护人类最后的火种，开火！自从12年前全人类都在未知力量的操控下穿越到这个世界后，人类的数量开始急剧减少。时至今日，已经越来越难以抗衡虫兽的攻击。如果一开始整合资源浪可以更快，如果工业再建可以在2年内完成，如果各国能有一个统一的方向。报告，虫兽大军攻破所有防御，已经包围基地，阵地所有人牺牲。我们输得一败涂地，是我无能。如今已经过去了9年，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个地步。如果重来，或许我们就不会输。我重生了。你在发什么疯呢？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什么意思？咒我死呢？不是3个太阳和紫色天空，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！老李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！2119年3月14日，这是12年前末世降临的前夕，老天有眼啊！立刻给我找医疗小组过来！你们指挥官精神出问题了。难道是上次演习下手太狠，把他逼成这样的？不应该啊，老李可是百折不挠的军人，这就受不了了？老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要申请与总参谋面谈，有很重要事情汇报。李云舒同志，我是总宣兵务部副部长刘海，这次负责与你会谈，请汇报。我做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，让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我知道没人能信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可我不敢赌。如果那是梦，无非我被当成疯子；可如果不是梦，就关系到亿万东国人的生死存亡。请告诉高层，末日快来了。你上报的东西我们收到了，会酌情处理的。你安心治疗，等待我们的回复。我知道你以为我疯了，毕竟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。候鸟计划5639，精卫行动56247，还有6小时。尼河西侧海岸今晚8点发生5.0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0公里。随后救灾不利，凌晨1点左右客机与救援军机相撞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。本次会谈记录封存。查李云舒近期接触过什么，看有无异常，通知总院组织专家会诊，其余等调查结果再上报。难得的好苗子，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？紧急通知，地勤队监测到尼航西海岸发生5级地震，震源深度10公里，请各单位注意可能发生的海啸。这怎么可能？霓虹真的地震了？难道那小子说的都是真的？末日要来了，关系到亿万东国人的生死存亡。怎么办？到底要怎么办？真要上报吗？可小子只说对了地震，要是碰巧怎么办？老大，快去看看霓凰新闻网 3CH 那个。又中了。请帮我接总参谋长。这么晚了，打内线电话给我，说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参谋长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接到洪阳平演习红方指挥的会谈要求，所以做了一次会谈。他告诉我们霓凰即将发生地震，和地震后会有军机相撞，然后他预告的2件事全部都发生了，丝毫不错。他还说了什么吗？应该不会就这吧？李云舒还说了2个莫名其妙的名称和编号，是候鸟计划。
5639-362 FDRB42和精卫行动5247-414D3STG11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是3月17日，距离穿越开始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我已经浪费了3天时间，必须抓紧了。哼，来了。小家伙，那2个代号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，你所说的末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丁总参谋长，坐吧。如果你还有任何能够证实你所说的东西的情况，尽快准备好，我们还需要验证。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回来，路上再准备吧。现在跟我一起走。去哪儿？去见钟叔。他奶奶的，老子这一辈子都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没想到这老来会被你给镇住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敢赌，也赌不起。这事儿太大，得让老伙计他们一起计划计划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。我提议即刻起成立东国特殊事态应对指挥部，由我本人担任总指挥，各位都是指挥组成员，由李云兄担任副总指挥兼特别顾问。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很好，我立刻签署1号令。从今天起，东国进入第1级战备状态。钟叔，会不会太急了？这么突然，我怕民间会出现问题。相信我们的人民，他们没问题的。同志们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离穿越开始只剩下82天，我们不能做东国的罪人，亿万东国人的生命安全在此一举。1级战备啊！咱妈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外星人真打过来了？你管咱妈要干什么？就问你激动不激动吧。激动？怎么不激动？我都快燃爆了！咱妈太牛了啊！目前一切正常，民众情绪和秩序比预想的要好很多。钟叔说的果然没错，咱们东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什么时候含糊过？目前所有基层工作人员都已取消休假，坚守在各自辖区，密切关注一切动态。根据9章3号的模型预测，至少在72小时内不会出现太大变动。老丁，别光盯着我这儿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这边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子弟兵有什么误解？目前全军都已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各地预备役退伍老兵都在加速归营中，最迟3天，我们就会有超过5000万的兵力。好啊，那么等到3天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。下个环节才是关键啊！是啊，老朱，你说我们能撑住吗？能够保证秩序不崩，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吗？一旦那个所谓的穿越开始，对人心的冲击和考验可太可怕了。按照李云虚所说，穿越时间一到，不会有任何预兆，全人类会在3年中每天穿越人类总数的1/1000。虽然穿越时能携带一份物资，但那种情况下，想维持社会稳定是极为困难的。人们的恐惧和本能会被放大到极限。据李云舒说，上一次仅1个星期，全球就陷入了混乱，就连东国也只是勉强维持着最低的秩序，没有任何国家能在那种情况下维持秩序。发生暴乱是必然的，但就和钟叔说的，我相信我们的人民。况且这次不是有那小子吗？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，一定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。该死，在异界最后炼狱班的3年，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精力。如今许多关键事情竟然都变得模糊不清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尽量想起来，多想起一件事，多记起一点细节，或许就能挽救无数生命，为东国增添几分胜算。小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全民大会堂开会，都正等着你呢。钱老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先是紧急通知我们开会，接着国家又发布1级战备。是啊，毫无征兆，突然就这么大动作，我手头好几个重要项目都被迫紧急中断了。具体情况我确实清楚，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。不过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知晓，不然也不会把大家召集到这儿。
待会儿我要说的是，估计很多人一时难以相信，但恳请各位先耐心听完，有任何疑问，等我讲完再提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全民穿越，异界求生。从末日未来穿越回来的指挥官，确定不是在开玩笑。是啊，这简直难以置信。我先向大家保证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绝非玩笑。我也可以担保，我们已经反复证实了此事。请问，这穿越具体什么时候开始？距离第一批穿越开始还有81天9小时37分，也就是6月15日0点整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穿越现象？不清楚，我们怀疑有高等文明干预，但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证实。穿越可以阻止吗？或者能否加以控制？不能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办法。我们为什么会输？因为上一次我们毫无准备，空间穿越毫无征兆骤然降临，起初无人相信，待到所有人认清现实，世间秩序早已崩坏。在异界最初的3年里，人类始终无法凝聚抱团。为什么？因为穿越完全随机，时间先后、降落地点全都毫无规律。初到异系，我们没有任何通讯方式，根本无法集结力量。首批抵达的民众死亡率超80%，直到第2年，我们才勉强立足，在异界建起小型聚居点。直到第3年，我们才在异界重建国度，逐步恢复科技与生产。可3年刚过，异界便骤然出现4股势力对人类发难，人类拼死抵抗，终究还是在第12年失守了最后一道防线。诸位都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，今天召开这场紧急会议，就是为了集思广益，利用最后的时间做好万全准备。这次我们绝不能再输。所以接下来大家将按照所属领域划分为军事、环境、生产、生活、后勤5个部分，依据现有资料，竭尽全力为即将到来的穿越做好准备。请大家为我们东国，为东国亿万百姓制定出一套最完美的预案。首先，我代表东国外交部欢迎各国代表前来。相信各国代表目前都有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，那就是我国为什么突然启动了1级战备。我在这里可以代表东国给各位一个准确的回答，就是我国这次1级战备并不针对任何国家。虽然我们说并不针对任何国家，但这个事情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接下来我国准备要做的事情，不容允许任何国家的干涉和破坏。我知道，现在估计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了猜测，不过我得告诉你们，你们猜错了。东国这次不会发起任何主动攻击，不会针对任何国家和区域。那么你们到底是要做什么？你们聚集了那么多的军队，难不成单纯是向各国展示一下军力，或者你们想打外星人？正确，不过不完全对。我国收到确切消息，不久后我们将要面临一场全面兽族入侵，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我方之所以开启1级战备状态，也是为了对抗此次的危机。此次会议，我方通知各国为应对危机做好一切准备。怎么可能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预兆！东国人发疯了吧？我方的告知已经通知到位，接下来将进行核心圈层会议，请各位代表通知各国首脑，我方中枢将直接与你们进行远程面谈。东国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哈哈，那我们是不是明天就得收拾包袱，准备上诺亚方舟了？他们以为自己是谁？上帝的串言人吗？我看呐，这不过是东国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刷存在感的低级手段罢了。东国这次可真是让全世界都开了眼界，他们的想象力不去写科幻小说真是可惜了。说什么世界末日，就是我们大韩国可不像某些国家整天沉浸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里，我们专注于发展，专注于提升国民的生活品质。该死，东国在搞什么鬼？东国这样做应该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吧？该死！东国停止出口，超市都被搬空了，我们也快去囤积，不然就要饿死了。昨天还满满的货架，今天怎么全空了？都疯了吗？不是说东国在开玩笑吗？怎么连泡面都买不到了？听说东国那边把所有出口都停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。混蛋！
混蛋！老子的晚饭还没着火呢！没有东国的零部件，我们的电子产品根本没法生产，这可怎么办？你那算什么？我们附近的超市现在连买个泡面都买不到，我从昨天到今天就吃了2块饼干，好饿啊！你们这些蠢货，一天天就知道在网上口嗨，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3楼，末日宣言之后，不少富豪就嗅到了商机和危机，他们在第一时间利用影响力，派人在网络上挑起事端，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东国的嘲讽上，一边暗中指使手下席卷资源，所以才会有现在的情况。什么？这群丧尽天良的混蛋，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！呵呵，其实我也是富豪之一。哈哈，你们这群可怜的蠢货，该死的混蛋，你迟早要去地狱！破地方，连呼吸都带着奴性的味道。这地方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谁愿意在这里，谁就留下吧。反正我是要走了。王德发，你真要走？现在可是国家的关键时刻，现在离开可就很难再回来了。回来？我为什么要回来？回来跟你们一起发疯吗？这个荒诞的现状，这里不是我的国。我的国家在那边，那个充满自由与希望的国度。王德发，你住嘴！不要叫我王德发，我姓威廉，叫威廉王。我终于要去到那个自由的国度了。听说那里的水还有空气都是甜的。我家早就在英家买好了大房子，渔民们就留在这个鬼地方吧。我要去享福了。到了那边，不出3年。我一定能够成为人上人。邓，真要离开？你的祖国正在发疯，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留下才能更高成就。史密斯教授，东国人不会拿大事开玩笑。祖国需要我的时候，哪怕只能尽一点力，我也要回去。你这样回去，就会拿不到你的博士学位。无所谓，一个学位而已，和我的祖国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不考虑了。那么我只能说抱歉了。东国人，我们怀疑你涉嫌刺脱我国机密，你被捕了。朱老，出境人口400万，其中东国人接近200万，这比我预估的少太多了。偷渡入境和旅游的都统计在内了吗？是的，所有在国内的外籍人士都算进去了，但黑户很多，还无记录。我们正在争分夺秒的清查，清查加快，2天内必须完成。实在找不到，就限制特定区域通行，掘地3尺也得找出来。是。那200万出境的东国人无关紧要，走了反倒省心。这几天返回东国的人数超300万，大部分是东国公民，还有小部分东籍人士，这是好事。只要回来一概欢迎，通知各部门做好接收，莫让同胞们寒心。当然，筛查防范丝毫不能放松。还有个情况，不少留学生反映，他们身边优秀的朋友被扣住了，还有人反馈，首席工程师、顾问、开发者这些关键人才同样被扣押。这个情况我已经知晓，那些家伙翻来覆去就那几招，毫无新意。放心，我会妥善解决。距最后穿越仅剩82天15小时59分。作为最后的总指挥，那些在异界的厮杀、撤退、坚守，早已刻入我灵魂，才会让这座沙盘无比详尽。他们针对4大异族的战术武器已有眉目，农科院也选出了在外异界可种植的种子。目前一切顺利，只是穿越次序始终是麻烦。李顾问，有没有更多的资料和条件了？我们建立了新的社会模型，还用9章进行了模拟，情况不容乐观啊！如果不能判定穿越顺序，无论我们怎么加强管控和稳定人心，
最终都会在第2年末到第3年间彻底爆发，整个社会的秩序归于混乱。李顾问，你是经历过的，穿越难道真的一点征兆都没有吗？哪怕只能提前知道1个小时，都能把社会稳定性至少提高5个百分点。万院长，穿越一旦开始，确确实实没有任何规律，甚至是所处地点都没有一丁点的联系。不过什么？我们在异界发现了一些与穿越有关的东西。这里是人类最后的据点，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文明遗迹。遗迹中有一台机器，能够生成虫洞裂缝，连接地球。我们耗费了2年时间，才让机器勉强启动，生成了一个能维持60分钟的虫洞。在最后的最后，把孩子们送回了地球。科研人员说，那台机器能汇集并控制一种特殊的粒子，这种粒子是穿越的关键。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上帝粒子。我问过钱老，咱们这边根本没有关于这种粒子的研究，甚至连类似的存在都找不到，更别说在最后的时间里掌控它了，所以起不了什么作用。那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批穿越的是哪些人？第一批穿越者重生前穿越初期一片混乱，统计工作无法开展。等我穿越时，已经到了第2年末。不过，报告，天南战区第51师4团特务连少尉李强奉命报道。很好，即刻入队。是。老李，刚才军中最后一个叫李强的也赶到了。现在全军共计1462个李强全在这儿了，都快够一个步兵团了，你别给认错了。老王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全国进入1级战备，退伍老兵全回来了，重名的自然多。所有人都有，以我为基准，向前看。就是他。虽然现在还带着志气，但当初就是他建立营地，战斗在最前线，直到牺牲。好家伙，真找着了。首长，既然这是关乎国家和全人类命运的大事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可我能做些什么？你能做到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彭诺是要看一看。跟我来，李强。你们来了。钱老，就是这位同志吧？快，躺进去。快过来看，这是根据你上次说的东西连夜赶制出来的监测仪，能分析人体内各种能量场，从脑波到生物电强，人类已知的数据都在这儿。我还根据猜想，我还设计了一套能够测试希格斯波尼子力场强度的程序。希格斯波尼子是什么？就是你说的上帝粒子。按照目前的猜测，最有可能达成穿越效果的就只有它了。可惜，我们对于这种粒子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好了，不说这个，找一个医疗舱躺进去吧。他进去就行了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不用了吧？怎么不用？参照对象越多越好。还是不用了吧？你的血压都快赶上火箭推进器了，正好趁机做个全面检查。系统启动，扫描开始。醒了，钱老，我这是睡了多久？好小子，你这一觉足足睡了9个小时，比其他人长了1倍，居然睡了这么长时间。对了，钱老，那个钥匙有眉目了吗？哪里有这么快？
我已经记录了你们数据，3天后再过来一趟。放心吧，我们这一次一定不会输。九瞻，导入目前数据，正在导入模型，预计将在17小时后完成。撑住啊，小子！于你，于我，于这亿万东国人。李总指挥，什么事？丁参谋长已经催了3次了，说训练场有重要事情。走。李总指挥，来得正好，快过来，给我们提提意见。这是我们依据你总结的经验设计的，借助外骨骼的力量，这套单兵装备最大能承受200公斤的负重，固态电池功能。内置30天生存口粮，急救、定位、通讯、太阳能充电一应俱全，完全满足一星求生需求。在不加装武器的情况下，空包重量约20斤，设计的太棒了。要是穿越初期每人都能有这么一个，存活率绝对翻倍。现在我们计划在咱们基地先开展全民武器使用培训，同时普及异界生存指南。真到了最后无法确定穿越顺序，再统一分发武器，这样安排很合理，我没意见了。好，那再过来看看这个，这才是我们应对危机的重中之重。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们军队目前最先进的联络设备碎人，它能构建半径200公里的通讯网络，内衬复合装甲。抗打击能力极强，最重要的是，它符合单件独立物品的穿越标准。这是碎人1号，由李强贴身携带，它就是我们在异世界的第一个通讯节点，也是人类首个聚集地的核心。这是我们最新的通讯无人机，还能根据定位飞往呼救点侦察。除了通讯，它还搭载了探空气球和高速无人机，最大探测半径500公里，能实时绘制地形图。这种精度的设备，产量跟得上吗？它可不像行军背包那么容易制造。哈哈哈，放心，全套成熟技术，30天内，1000套碎人如期交付。阁下，股市刚刚触发了本周第20次熔断，至少5000家商场被洗劫。15家银行发出了破产信号，民众彻底陷入了恐慌，民间教派在散播末日谣言，甚至很多人开始囤积棺材。我们要面包！为什么货物还在短缺？东国那边没有把物资送过来，他们只是将以前签好的那部分送了过来，绝不签署任何新合约。东国现在只接受以货换货。或者东国币，那就给他们东国币。阁下，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东国币，国际黑市上倒是还有，但价格已经突破了1:10的兑换比例。东国币1:10兑换我们的英元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你念反了？我现在怀疑这个所谓的危机就是东国人弄出来的骗局，目的就是收割全世界。算了，先把收到的货物投入市场。让社会先平稳下来。可那些货物没离开海关就被瓜分了，还没卸船就被各大机关按照法案直接征用。混蛋！我们自己的商品呢？是我直言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人，也没有能立刻投入的生产线，我们需要时间。启动丰收者计划，那可是动用剧外军队直接强征盟友物资，这会彻底毁掉我们的盟约体系的。让新闻都发出去，货物短缺都是东边的问题，是他们没有给我们运送物资，
他们还在搞什么技术迭代？从现在起，散播一个消息：我们的物资不会来了。一旦声音大了，我就不信他们不低头。只剩3片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里不是民主自由、福利制度特别好的吗？狗屁配送，都送3天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都是那些人的错。如果那个东国肯乖乖低头，接受文明世界的领导，我又何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处境？该死，没人，下一个。警官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说看到你在屋里无许可种植违禁植物，我们需要进去搜查。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有人诬告。我从来不碰那东西。让开！你们这是违宪，我要去联邦法庭投诉你们。这个黄皮猴子果然在种植印度大麻，这下证据确凿了。该死，这家伙在家里囤积了这么多的物资，这些都是赃物，我们得马上给他没收掉。你好，这里是东国驻英家大使馆，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吗？您好，我是王刚德发，我现在被困在英家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想回国，请问可以帮助我吗？很抱歉，威廉王先生，经过我们核实，您在不久前自愿放弃了东宫人的身份，并加入了英家，请您向英家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。再见。疯子，早晚会崩溃的垃圾国家，老子等着看你彻底完蛋的那一天，居然敢挂我电话！是东国人的声音，他就在这儿，弟兄们，是时候让那些该死的家伙把东西吐出来了。浪费老子2颗子弹，居然一点物资都没有，废物东西！董部，目前根据我们追踪监测，确认了200多个核心节点和3000多个2级节点。核心节点主要在魔都、坎省，都已经标记到具体人了。境外核心节点主要分布在英岛和英加，这些途径也都处于我们控制之下，随时能发动网络反击。很好，这些毒瘤留着全部都是祸害，这次务必将其一网打尽。是。另外，启动燧人氏协议，给我把英岛和尼航的服务器烧成灰。通知我们的潜伏者把东西撒出去，让这些家伙知道，论玩火和拱风，我们东国人才是老祖宗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那在粮食管理中心的亲舅舅偷偷告诉我，咱们的粮库3天前就见底了。还差2个爆款，爱马仕 Birkin 就在向我招手了。该死的，我的下线都没了。老大，我这边的下线也全部都断了。干！那些只会吃闲饭的家伙都是怎么了？难道被一锅端了不成？算了，我们自己来。那些废物就是靠不住。老大，我已经高强度发帖快2天没合眼了。你们知不知道东国马上就要彻底崩溃了？只需要我们再加一把火，现在累点算什么？等到搞定了对面，你我都是最大的功臣。你们难道不想去英家？去旱死，住大房子，吃烤鸡喝红酒吗？想的话就给我再坚持坚持，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啊！老大，
我们的电脑都连不上网络了，全部黑屏了，还有的闪个不停，完全失控了。这可是鹰家最新的单人工作站电脑，怎么可能全部出现问题？我隔壁的张叔今早被带走了，他上周还帮我修过水管，怎么看都不像坏人啊。我们单元楼直接空了1/3，现在电梯都不挤了。我们公司从 CEO 到普通员工被抓了60多人，现在财务部就剩个小姑娘哭晕在厕所。楼上什么公司这么夸张？某某新媒体，行业 TOP 3，那难怪。要我说，你们公司全抓了，可能有冤枉的，隔一个抓一个，肯定有漏网之鱼。话说，你怎么没进去的？我就是个修打印机的，还是个外报。通过这次行动，我们基本切断了境外伸向我国境内的触角，破坏了所有已知节点。剩下的节点不是未激活就是逃了。短时间内，我国的舆论和信息安全将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，2个月内不会受到任何境外势力的控制和影响。很好，你们的工作完成的不错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放开手脚做下一步的计划。李顾问，你看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？钱老，对于穿越顺序的提前判定有没有眉目了？放心吧，穿越顺序的密码就藏在希格斯波燃子的振动力场中。我已经发现了可能是穿越顺序的证据，最多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一定可以把它确定下来。太好了，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其他的困难都不在话下。钱老，您没事吧？不妨事，不妨事，老毛病了，没事的。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得住。我看这里暂时没有我什么事，就先回所里去了，争取早几天把判定办法给搞出来。钱院士去完成他自己的职责，我们每人也都还有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时间不等人，现在开始讨论是否开展下一步的动员行动，以及是否向国民说明危机的详情。我们已经有超过3000万基层工作人员在岗待命，再加上这段时间征召的军人，已经足够维持正常的秩序，支撑下一步行动。我也同意老朱的意见，如今各地的民兵基地、武装部驻地，还有大量的学校和广场都已经改造完毕，随时可以启用。我们军方也做好了准备，从全军中挑选了60万老兵，可以充当军事教练，还能帮助维持秩序。那么，李顾问，你的看法如何？我也同意进行下一步的计划，即刻开始全民训练和培训，多掌握一种技能，到时候就能多一分活下去的概率。很好，第一项议程全员通过，即刻起开始全民训练，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。朱部长，当全民训练开始，如何在训练和生产中取得一个平衡，就靠你们了。训练很重要，物资储备也一样重要，空着双手可干不了大事。放心吧，钟叔，我们早有预案。丁参谋长，你们军方要做好这段时间应对一切外敌的准备，同时也要配合全民训练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李顾问，请你关注训练情况，结合你的经验提出改进和建议，务必让训练出效果，让我们东国人能在那边顺利的活下去。是。那么第2个议程，大伙儿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先告诉民众部分真相。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穿越顺序的前提下，发生物资空抢的可能非常大。我们可以先适当的告诉民众一些消息，让他们全力参与训练。等到钱老那边能够确认穿越顺序，还能把这个手段普及到全国的时候，再把剩下的消息公布出来。是啊，稳定大于一切，只有稳定，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需要的装备和资源，才能用最好的准备去异界迎接挑战。我反对不完整的公开。根据9章舆情模型测算，任何不完整信息都会导致民间恐慌，推导出超过100种可能版本，其中63%会引发大规模区域性恐慌。要么就直接告诉民众一整套的事实真相，要么就什么也别说。我补充一句，截止会前，我们的网络安全部门已经至少截获了情报人员上万次攻击，至少有5个地方的情报网已经触及到我们的外围核心区域。
现在知道所有真相的人还只局限于我们核心的这个小圈子。如果圈子再扩大，我不意外所有的资料会被泄露出去。虽然我们确实做好了与世界各国共享情报的准备，但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穿越顺序这个问题？他们信吗？如果他们不信，怕是会对我们有不小的危害。如果我们东国都不能在确定穿越顺序前提下维持正常的秩序，那么他们更不可能。所以，我也不赞同现在就公开一切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说吗？先不论民众都有知情权，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发挥出国民的全部潜力？难不成就靠一个空洞的称号？那样不可能有高效率的。先明确几个核心矛盾。第一，是否公开的本质是风险对冲，用部分真相换取动员效率，还是用完全保密规避失控风险？第二，我们的时间窗口，钱老的团队在判定穿越顺序上的突破进度，最多还有4周，老师就能带领我们攻克这个难题。也就是说，在这4周里，我们既要启动全民训练，又要防止真相泄露引发的内部混乱，还要应对境外势力的渗透。小李，你经历过第一次穿越后的混乱，当时最致命的失控点是什么？当民众发现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自己的手机信号中断，交通管制、军人戒严，却得不到任何解释时，谣言比病毒扩散得更快。这是舆情模型的核心参数。当信息透明度低于40%时，恐慌指数呈指数级增长；但超过60%时，配合有效的管控措施，动员效率会提升37%。所以关键在于怎么说，而不是说多少。当年抗洪抢险时，我们用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统一了宣传口径，既避免引起恐慌，又调动了民间力量。现在可以借鉴这个模式。第一阶段，对外公布全球性生态危机预警，将训练解释为全民防灾技能强化计划，重点强调应对极端环境下的生产自救。第二阶段，当钱老的穿越顺序预测成功，再逐步释放空间维度异常的科学解释，用技术细节对冲未知恐惧。第三阶段，在信息全部公开后，用危机感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，全力冲刺备战危机。但这样的话术需要军方、科研机构、媒体系统绝对协同，尤其是媒体必须掐断境外势力的信息渗透渠道。这个没问题。经过先前的行动，我们至少能够保证2个月的信息绝对安全。既然如此，决定如下：第一，即日起启动全民防灾技能强化计划，对外宣传聚焦极端环境生存训练，暂不提及穿越真相。第二，同步进行舆情监控和应急预案演练。第三，钱老团队必须在4周内完成穿越顺序判定办法，为后续信息公开提供技术支撑。第四，军方升级边境和网络安保，对任何试图核心情报的行为进行无差别打击。我们不是在选择是否公开，而是在和时间赛跑。当务之急是用最短的时间把14亿人拧成一股绳。散会后，立即启动东国全国动员令。记住，稳定不是靠封锁消息，而是靠让民众相信我们有能力保护他们。东国于华京时间04月01日上午8点整开始宣布进入全国总动员。1. 全东国适龄国民从现在起进入各地训练营，进行为期3个月的战备训练。2. 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消耗，所有公共交通进入管制，非必要禁止通行，全国进入战备生产状态。3. 动员令期间，所有债务无论大小全部冻结，暂停一切非必要金融交易活动，所有银行全部冻结。请各位居民保持冷静，按序领取战时配置卡。国家不容易，咱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。战友们，你们感受到了吗？我输了，我们所有人都输了。在那即将发生的战斗之中，我们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所有想要守护的东西。你们也许想问，是什么战斗？我想说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一个：你们，我们，还想输吗？不！那么，就拼尽我们的一切，做好准备。这些是我们即将遇到的敌人的资料，
还有我们总结出来的针对他们的战斗方法和武器。你们有3天的时间熟悉这一切，然后根据你们各自的经验提出改进意见，最后将总结好的一切牢牢掌握，把你们掌握的东西交给更多的战友、更多的民众。这次我们绝对不会输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哪个家族的私库又被抢了？还是哪个倒霉的 CEO 死在了暴徒手里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打扰我的睡眠！那些蠢货，我早就警告过他们。东国人发现了他们的小动作，还暗中散播了出去，自己没办法擦干净屁股的就给我去死！抱歉，阁下，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是真的发生大事了。全国总动员，他们难不成真的要打外星人？快，通知他们开会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耗费多年建立的情报网络就没起到一点作用。上次还能算是出其不意，这次东国进入总动员这么大的消息，我们居然是通过他们的电视转播知道的。安插了那么多的猎狗，每年上百亿英元的经费就换来了这个。冷静点儿，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必须要弄清楚那个国度的真实目的。以那个国度的体量，一旦开始总动员，能够迸发出多强大的力量？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人类危机到底是什么人类危机？让他们不但开启了1级战备，现在甚至还发动了全民动员，他们一定在隐瞒什么。阁下，东国人的行动已经对我们的全球战略产生了巨大冲击，我们在那边的商业利益，还有新建的产业和公司，全都陷入了僵局。我们必须立刻采取反制措施，否则我们将失去整个亚洲市场。够了，那些事情稍后再说，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，必须想办法重新建立情报渠道，弄清楚东国的真实情况和目的。那些暗中培养的内应呢？他们难道也都失去联系了？是的，进入总动员状态后，他们加强了内部审查，我们安插的眼睛恐怕已经被连根拔起了。他们最后传来的消息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什么人类即将全部穿越，三体人要打过来了，甚至还有说月球是活的，里面藏着灭世武器。我敢打赌，这些荒谬的垃圾信息绝对是东国人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，目的就是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根本摸不清他们真正的战略意图。那就命令我们的盟友立刻和我们一起向东国极限施压，必须捏开他们的嘴，让他们把知道的一切都吐出来。可是，大统领阁下，上次丰收者计划失败后，各国盟友对我们极其不满，他们国内的抗议游行已经快把街道掀翻了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国内要抗议，就让他们去闹，难不成我们英家被抗议的还少了？告诉那帮废物，照我说的去做，不然我不介意让他们明天就换一个听话的。况且这也不是我们一国的事情，难道你们背后的家族就不想知道那个所谓危机的真相，不想提前分一杯羹？那要是东国人宁死也不说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就强硬一点，不择手段，逼他们说出来。阁下，这可不是一场小摩擦，如果真的走到最坏的一步，我们都会一起完蛋的。况且我们现在自己的实力，我们是很清楚的，骗不了他们的。这样不行啊，阁下。你是在告诉我，我们如今就这样束手无策了？阁下，这可不是一场小战争，我们要是真的和东国打起来，会把全世界都卷进去的。那就都卷进来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提前应对危机，那么任何人都不能。我们没办法统治的世界，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。这是科学院新一代的虚拟现实模拟舱，通过最新的脑机接口，直接提取我记忆中的信息，缔造出真实率高达80%以上的虚拟世界。只可惜技术还在实验阶段，消耗极大，目前最多只能同时开启这1000个舱体，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捷径。
全体都有，列队。这里是由我的记忆构成的虚拟世界，目的是让你们提前适应未来必将面对的战场。你们即将遭遇的是虫族的模拟攻击，他们的行为、战术，全部基于我脑海中带着血的真实数据。准备迎敌！记住，恐惧是正常的，但不要让它控制你。现在，训练开始！开火！集中火力，瞄准关节和复眼。手榴弹！准备单兵云爆弹，轰他娘的！注意脚下！后撤，拉开距离！狙击手，打他的眼睛！真正的战场，虫族只会更多、更狡猾，必须让战士们适应最恶劣的情况。那是什么？防空组，快准备！来不及了，散开！妈的！忍住！结论！快准备！怪物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。这就是我东国的战士，无论是未来还是现在，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。感觉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未来会遇到的敌人。当然，这些还只是他们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他们不畏死，而且数量庞大，只要有一丁点的漏洞，就能撕破你的防线。未来，你们还会遇到更加恐怖的虫族大军，甚至还会遇到体型堪比战舰的家伙。这是我们上一次所遇到的最大的虫族。至于还有没有更大的，我不敢保证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逼出虫族所有的底牌。现在，我问你们。你们还敢打这场战争吗？敢！为什么不敢？我们东国军人就没想过投降？一个连干不死他，我们就上一个营；一个营干不死他，我们就上一个旅。只要我们还没死绝，就一定能干死他。这才是我们的战士。那就继续训练。这个虚拟世界的时间比例与外界是50:1，所以你们每个人每天可以在这里接受10天的训练。在这期间，我会把我所掌握的一切全部传授给你们。然后带着你们的培训收获，去传授给东国每一个愿意战斗的人。全体都有，敬礼！这次士兵们根据自己的经验，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大量的改进意见。上一次在异界是做不到，只能有什么用什么。这次绝对要让那些该死的异族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是要什么有什么。都说了，那东西还是个试验品。作为主控的操作者，负荷太大，尽量不要一次性超过3个小时，连续操作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。你倒好，一次4个小时，连续搞了3天。放松。没事的，孙老，我还能撑得住。这东西实在太有用了。这几天我们总结出来大量的经验，战友们提出的建议也很有用。如果再多来几次，我相信再多来几次，
知不知道你的脑袋差一点点就爆掉了？监测报告显示，你的杏仁核区域已经出现多处损伤，再下去不是脑溢血就是脑萎缩。不说再来几次，哪怕就是再进去1个小时，都能要你的命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我绝对不会许可你再使用那些东西的。我知道你想要做的更多、更好，但是真的不行。李云舒，你就听从孙老的意见吧。本来使用那些东西就是一种冒险，要不是钱老说你的大脑强度能够支撑，再加上孙老他们一直监测你的身体状态，怎么都不会让你去试的。这3天就已经很冒险了，知不知道孙老他们一直在外面盯着你的生命监测指标，都没敢合过眼。云舒啊，我们都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战士，更是我们对抗异界的希望。你的经验和智慧比什么更重要，相信你的战友和我们这些老家伙吧。数据显示，你的脑神经已经出现了过度疲劳的迹象，根本支撑不了主控舱的消耗。我明白了，不过我有个请求。你说，能不能改进一下模拟系统，可以把模拟真实度降低一些，甚至场景也可以变得最小，时间流速也可以降低，只要能降低操作者的负荷，这套模拟训练系统实在是太有效了，它真的能让我们对异族的胜率提高不少。哈哈哈，云舒，放心吧，数据中心的马主任他们早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。通过你们的数据，马主任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的搞2代设备，不再需要人机接口，而是直接调取的你们这几天的虚拟战斗场景。那太好了！怎么样，一下子感觉压力没那么大了吧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，这么多的人，猝不及防可能会很麻烦，但是如今有了准备，可以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。对了，这东西给你，应该会让你感到更舒服一点。看看吧，顺便再提点意见。什么？按照这样的产能，只要能保证秩序，每个穿越过去的东国人都可以全副武装，带着至少能无补剂存活1个月的资源，再加上燧人系统的无人侦察系统，只要在第一时间找到分散在各地的东国人，很快就能形成足够的力量。对了，这下面还有不少针对现役武器的改进意见。说来惭愧，我们现在的武器大多都是为了对抗人类，对付那些玩意儿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。根据模拟战斗，总琛和兵器设计局提供了这些修改意见，你也参谋参谋。这些那时候要是能早点研发出来，现在也不晚。清兵集团和北方工业的研究团队在加班加点研究你提供的资料，并结合模拟战斗记录，更多的新武器下个月就能量产。什么情况？英加北方联盟联合对我国宣战了，已经在周围各国基地观测到军舰大规模集结。中枢命令我们立刻做好全面应战准备。明白，我马上就到。这些家伙果然还是按耐不住了。云舒，你安心休养，我去会会他们。一群色厉内荏的强盗，还真以为现在是100年前的大清吗？情况怎么样了？报告首长。英加联合辅国、汉兹等8个国家共同对我国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求我们在24小时内交出所有关于危机的绝密资料。目前已观测到英加第3、第5、第7舰队正在全速集结，矛头直指我方海域。同时，英加大量使用卫星正向我国上方轨道变轨，星环系统也已修改轨道，预计即将过境。呵呵，看来他们是真的极跳墙了。不过，就来了这么几只小虾米，看不起谁呢？倪浩是什么情况？我记得他们在那里驻杀了重兵，怎么雷达上就出来这么点动静？报告，倪虹首相10分钟前突发大出血，现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岩岛基地外再次爆发大规模居民抗议，把他们的军队死死堵在基地里，根本出不来。哼哼，这倪虹基倒是不傻，知道这个时候跳出来当炮灰没好果子吃。不过这大出血演得也太浮夸了点儿。报告首长。英加大头领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最新公告，他宣称，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将不排除对我国使用核武器。看来英加很清楚自己那帮小弟出工不出力，连舰队都凑不齐满编，发现常规战打不赢我们，这就想直接掀桌子了。
吓唬谁呢？老丁，不可大意，那毕竟是曾经的人类灯塔，明面上的蓝星第一，这是中枢刚通过的决议。中枢要求寸步不让，一个口子都不能开，更绝不能影响国内的备战。这次得让这帮蛮横惯了的家伙知道，想凭这套把戏让东国人低头，做梦！呵呵，老伙计，把心放肚子里，这帮家伙的底裤早被我们摸透了，预案就等着他们呢，看好戏吧。通知下去。立刻启动精卫计划，让西边那群疯子清醒清醒。告诉前线舰队，别藏着掖着了，把新玩具全给我亮出来。全军向公海推进100海里，以后那里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。英加协同8国悍然对我国宣战。搞什么？新世纪的8家联军又玩这老一套，真当咱们还是100年前的软柿子呢？今时不同往日。想欺负我们，门儿都没有！怪不得国家发布动员令，必须干这帮孙子。就算让我在厂里打螺丝打到冒烟，老子也绝无二话。如今，我们的绝密项目经过长达数年的研发，终于成型，可以第一时间预判结果。不管敌人耍什么小聪明，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此套系统可以自主运行，调用一切可调用的资源。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不惧怕任何威胁。他们怎么敢的？我们不过是稍微，他们难道就不怕引发世界末日吗？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可以预判的算法，该死的，不是说我们会更早的研发出来吗？几年的时间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按照我们的推算，根本不可能。他们是在骗我们的，对吧？大统领阁下，我们不敢赌啊！不管是真是假，他们的速度太快了，一旦属实，我们无法承担后果。况且除了新技术之外，水底下的那些庞然大物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就隐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，随时准备给我们致命一击。该死的艾克，都怪他放走了那个家伙。告诉汉森，让他命令海军继续全速推进，通知盟友，让我们所有核弹都进入发射状态，准备试射一枚最新的高超速导弹。我们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抱歉，阁下，国内反对声音已经压不住了。在看到东国的死守计划后，这会被视为全面引爆核战的导火索，议会绝不会通过。报告总司令，距离东国领海还有300海里，各舰来电讯问是否继续推进。继续开到距离他们50海里的位置再停，然后给我展开攻击阵型。长官，这太近了，万一东国人直接开火，怕什么？开火！在这片大海上，我们根本没有对手。只要不进里海，他们敢拿我们怎么样？记住，我们脚下可是第7舰队的旗舰，是纵横四海20年的无敌存在。报告，我们被火控雷达锁定了，紧急回避，干扰系统全功率启动，左满舵。该死的锁定一直都在，立刻解除锁定，准备反制。舰长，这就是英家的舰队，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？海涛啊！永远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毕竟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海军之一。之所以现在这样，主要是他们轻敌了。他们已经有太久没有和势均力敌的对手交战过，欺负菜鸟打多了会影响自己的。不过怎么说都还有底子在，不会一直混乱的。看，这就是几十年打出来的经验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找到应对的办法。看他们的重整速度，从混乱到战斗狗行。只用了7分20秒，咱们也要学着点儿。确实，即便是出其不意，一般的对手凭借他们这种素质，也足以开展反击，甚至反败为胜了。只可惜这一次是遇到了我们。不错，只可惜这一次是遇到了我们。全军听令，打开所有导弹发射口，顺光2期导弹发射准备，饱和式打击。告诉我，为什么火控雷达警告还在尖叫？
我们还没有摆脱他们吗？没有，该死的锁定一直都在，我们甚至不能分辨他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能够根据锁定反诉出他们的位置吗？恐怕还不行。他们应该不是通过舰队直接锁定的我们，而是通过无人机和卫星，甚至还有海里的什么东西。我至少发现了3种不同的雷达波。舰长，我们怎么办？小伙子们都有些等不及了。我们应该先发制人。不，再等等。我们目前是被锁定状态，一旦盲目开火，很可能会被击沉。必须先找到他们。通知舰队先后撤10海里，各舰反艇声纳装备全开，给我把水搅浑。鹰家这是撤退了。不要大意，对面的指挥是泰勒，虽然为人狂妄，可却是个实打实的海军名将，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报告，发现对方航母有释放舰载机的动向。看来他们还是想拼一把。命令湖山号和黑山号护卫舰开启所有防空雷达，锁死对面飞机的动向，如有飞往这边的迹象，直接击落。通知长棍号航空母舰，全部舰载机配备对空武装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遭遇最大级电子干扰和诱导，是电战机。等你们很久了，启动烽火协议。是。确认协议，全频率信号压制开始。发现敌机群，距离120海里，高度8000米，速度1.2马赫，正在向我方逼近。命令朱雀中队立即升空拦截。湖山、黑山2舰保持警戒，重点防范超低空突袭。对方雷达出现明显盲区，全舰队立即转向突击，所有鱼叉导弹准备发射。目标东山号。遭遇全频率封锁干扰，通讯系统全灭，我们与机群的联络也断开了，定位、导航全部失效，无法锁定目标。通知舰队立即后撤，把舰载机也给我叫回来。我们的通讯被屏蔽了，联络不上啊！给我上去打旗语，打信号弹，总之给我用尽一切办法把队伍给我撤回来。报告，鹰家第7舰队已确认撤退，目前距离我方超过300海里。命令各舰取消第1级战备，进入2级备战状态。报告，朱雀小队回来了，他们抓了2条大鱼。哦，什么情况？他们抓住了2架咆哮者，先前在电子压制下，这2架飞机定位失效，晕头转向的飞到我们这边来了。没错，正好被朱雀小队碰个正着。没想到啊，我们居然这么快就有把鹰家舰队压着打的时候。不愧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年，还使用了那么多的底牌，这次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最新的电战机还落在了我们手里。鹰家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吧？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哎，我不是怕，我就是担心，要是全面战争爆发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准备。你就放心吧。要是我们这次没有赢得这么干脆利落，你担心的事情还有可能发生。至于现在，怕的人绝对不是我们，你就看着吧。那些家伙都是纸老虎，只要你硬，他绝对软。不好了，钱老兵倒了，情况很危险。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老师他太急了，为了尽快弄清楚穿越的秘密，老师不顾一切地做着实验，只想把时间再提前一点。我们按照老师的要求准备好了器材，准备生成一个特殊的能量场。老师说能够通过那个能量场找到希克斯波形的存在。等到实验开始前，他把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赶出了实验室。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能量场对人类是致命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影响实验。老师是怕伤着我们，所以才……这是老师最后抱在怀里的东西。他还留了纸条，说是留给你的。李小子，估计你看到这个笔记本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找到钥匙了，不用为我感到伤心。我早就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能在最后的最后完成一个可能拯救亿万东国人的工作，我这辈子值了。那个手环就是钥匙，
我找到了在所有人体内不断增加的希克斯波荡子，它就是穿越的原因。我在最后的实验里面已经将希克斯波荡子的能量场变化记录了下来，让九皇建立了模型，都记录在手环里面。通过手环里的能量场比对，我们就能判断出穿越的具体顺序。手环的工艺不难，加速生产，很快就能供应到全国，靠你们了。最后，李小子，我要给你说一句，辛苦你了，一个人扛着很累了吧？我这个老骨头很高兴能够帮你减轻一些负担。钱老不是说了吗？他这辈子值了，能在最后时刻完成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怎么也比躺在病床上数着日子等死强，不是吗？我详细阅读了报告，老钱这是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亿万东国人民争取了宝贵的2周时间。我想他走得其所。不错，李运输，你说说这个手环的情况吧。这就是钱老研发的穿越时间验证工具，它能精确测算携带者距离穿越剩余的时间。钱老真是个天才。由于人类现有的科技还无法直接操控希克斯铂样体，他另辟蹊径，通过监测人体内的希克斯场强变化，硬生生砸开了这扇大门。在长期监测我、李强和其他实验对象后，钱老不仅证实了希克斯场的存在，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来预测穿越时间，而且这套手环之间还能进行组网，通过实时数据比对，不断修正预测结果，精度可以达到 99.9%。只要将这个手环配发给全国民众，混乱爆发的可能性将被压制到最低点。8分11秒，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要比你先走一步去探探路啊！老钱真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用自己的命换来了这把破局的钥匙。我们东国能有它，实乃国之大幸。这东西能量产吗？时间上来得及吗？报告，我已经初步调研过，产能完全跟得上。除了核心的立场感应模块，其他组件任何一家运动手环厂商都能代工生产。至于核心模块，钱老选用的都是成熟技术，生产线稍作调整就能立即投产。太好了，老何，你立刻去协调全国的生产企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推进手环量产。我给你下个死命令，1周内要实现每10人1个手环的覆盖率，1个月内我要看到14亿东国人人手1个。首长，生产线没问题，但是这个立场感应模块需要大量使用滴漏元素，而且模块对于滴漏的纯度要求极高，稍有杂质就会严重影响测量的精度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动用最高纯度的原生矿。请示是否要控制手环出口和氦元素的对外贸易？何部长，这个手环的生产工艺难吗？如果我们给它加上加密模块，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别国复制？恐怕很难。这个手环并没有用到特别复杂的技术，我们可以通过科学院给手环加上一层干扰性的伪装，但是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敢保证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堂堂正正地把手环展示给全世界看。不过把氦元素列为国家特级战略物资，没有特批任何人不得出口，只要擅自将氦元素大量弄出国门，一律当作叛国，严惩不贷。你是说东国人现在正在全力制造一种很特殊的手环？是这样的，没错，阁下，你看，这是我们通过特殊渠道弄来的照片。东国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紧，差不多全程都是军管状态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一张照片，至于实物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据说东国人说是应对危机的关键，我们已经让国家实验室进行分析了，可是在没有实物的前提下，无法得出结论。立刻去查，查清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命令军队集结，再一次向着东国施压，告诉那些将军们，上一次输给东国已经让我们非常被动了，这一次即便是付出再大的代价，也绝不能后退。是，阁下。阁下，东国人又发公告了，全球直播。所有正在观看本次直播的各国政要、普通民众们，我是东国科学院博士。今天我是来向大家介绍一样东西的，相信各国，尤其是那几个国家对这东西一定不会陌生。想必手环的照片已经出现在你们各国首脑的面前了，不用怀疑，那是我们特意泄露出去的。我现在就向你们介绍手环的秘密，以及我们东国所预言的危机到底是什么。我们通过那段代码知道了全蓝星的人类都将在60天后的6月15日0点，分3年时间随机穿越到异界。不知这是不是高级文明对我们人类开的玩笑？
我们也无从查证。但是代码中清楚提到了，只有最强的文明才能幸存下来。最近，在我国钱院士的主导下，我们终于找到了穿越可能发生的证据，那就是这个手环。钱博士发现了传说中的希克斯玻色体，这个人类只是猜测的东西，目前正凭空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，不过增长的幅度不一样。我们怀疑，当这个粒子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，形成特殊立场的时候，就是穿越开始的时间。直播结束后，我国将会无偿提供一批手环给各国。不过，由于工艺复杂，加上材料关缺，这一批手环的数量不会太多。另外，我们通过研究还了解了一部分穿越的规则，这些将会共享给各国。最后，有请我国中枢向世界各国发表讲话。东国告全球各国书：当全球危机即将到来之时，东国选择将生死攸关的情报公之于众。我们不要赞美，不求回报，只愿人类文明的火种能够延续。但若有人胆敢在这存亡之际背后拖后腿，甚至捅刀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报告，第一批合计500万手环已经分发到各大驻防单位，正在通过手环进行全军比对，以确定穿越时间。一旦穿越时间全部确认，我们就会立刻启动神塔玉泽的门神计划的人员挑选，全军将在今天内确认完顺序，届时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选拔，预计将在1个月内全部完成。很好，神荼小队必须是尖兵中的尖兵，他们将担负起扫清障碍、聚合民众、探明地图的责任，他们将挡在亿万普通东国人的前面，为他们抵御危险。只有最无畏的战士才能胜任。你作为负责人，预拔小队的选拔也必须严格要求，他们是运送至关重要的设备和资源保障，重装备、量子计算机、基因库、农业种子、工业设备，每一样都至关重要，关乎东国在异世界的存续。是。我说老李，我怎么就觉得这什么穿越不太对头啊？不对头？说来听听。对啊，算是我军人的直觉吧，我总感觉这些穿越的规则充满了恶意。你看啊，先说这穿越突然开始的问题，要不是你，恐怕我们一直要到穿越真的出现才能反应过来，那不就直接炸了？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看到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又没个说明啥的，鬼知道是什么情况啊！而且那随机穿越更是扯淡，怎么看都像是为了深化矛盾增加难度，就好像背后黑手很怕我们联合起来一样。老李，你都经历过一次了，一定深有感触吧？老李，你说是不是真有什么外星人在操作这一切啊？就像是现在我们网络上常见的那些什么电子斗蛐蛐和赛博宠物，就是为了看我们人类的笑话。王虎，你的这些猜测，我们那时候也都有人提出来过。只是就算是知道了真相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有掀桌子的本钱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活下去，度过眼前的难关。至于其他的账，等站稳脚跟，咱们慢慢算。李强，请带好面前那枚特制的手环，然后配合我们完成接下来的测试。希克斯波听子立场形象化成功，开始第2阶段测试，请背上一旁的标准战术背包。现在请坐在地上。和上次一样，携带物品必须保持站立姿态，一旦坐下就会被排除。而且看样子这个站起来的判断必须是保持站着的姿势，并不是能站起来就行。有些刻板啊，不像是智能化很高的样子。请背上另一个背包。果然是这样，很死板的判定，该进行下一步实验了。李强，请按顺序接触那些模型，保持接触状态。和预期一样，只能覆盖直接接触的主体结构和处于结构内的东西，外部的东西会被排除。李指挥，要不要试试真实建筑？
你过去接触那栋楼试试。看来我们上次对于穿越携带物资所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大部分是对的。原来只是猜测，现在总算是有了实际验证。好了，可以结束了。李顾问，这应该就是穿越能够携带物资的原因了。还是西格斯立场，现在我们能够具现立场的存在，完全可以保证每一份物资的携带都不出任何问题。我这就回去改进手环，最多5天就能做出自带扫描显示的特殊手环，到时候就可以分配给咱们的战士。上次在发现了穿越的秘密后，东国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希望能够多带一些资源到异界去。可是携带规则全凭猜测，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能完整的带走的，这也导致大量关键性物资丢失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建工业。可惜了，这个希克斯波因子立场，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观察，没办法进行任何干涉。要不我们就会更有把握。现在已经很不错了，能够做到这一步，后续的很多安排才有成功的机会。再说了，我们只是没办法控制立场，又不是不能去改变需要的物资。整个基地带不走，我们就用东西把它整个包裹起来，这总算是一个整体了吧？是啊，我怎么就没往这个方向想呢？先生，时间不多了。马特，你对这东西有什么看法？绝妙的设计，阁下。造出它的科学家是个天才，针对一个依靠人类现有的科技无法发现和控制的粒子，通过另一个途径来设计出感应它的立场的办法。这个思路实在是无与伦比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是说这东西到底可不可靠？东国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阁下，我很难向你做出保证，毕竟这一切都有些超出常理。我唯一能够向你保证的就是，如果真的有上帝粒子存在，那么它就一定是这个手环所观测到的那些。你的意思就是东国人说的是真话？有那个可能？难道不可能是那些东国人在骗人吗？他们只不过是发现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粒子，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环来欺骗全世界。这不可能，而且没有任何意义。拿到手环后，我们做了很多测试，除了人类，其他任何动物体内都没有这种立场出现，而且它只存在活体体内。您懂我的意思吧？只有活人才有，那些哪怕只死了几分钟的死人体内都没有丝毫这个立场的踪迹。更夸张的是，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个病危的病人，他最多还能活3个星期，在他的体内，我们也找不到这种立场。如果这不是高维文明的手段，那我就只能认为是上帝显灵了。该死的，只有400多天了吗？我们对于那个穿越研究到了什么程度？有没有办法阻止穿越？很抱歉，阁下，我们根本一无所知。而从这个凭空出现的上帝粒子来看，我们也不可能阻止。它高出我们的科技水准太多了。阁下，与其考虑这些，还不如像东国人那样准备起来，毕竟那样还能有些希望，不是吗？东国人给了我们多少手环？1000枚。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完成全国的测算？不知道。按照现在的效率，至少半年的时间。为什么要这么久？东国人可是在1周内完成了初步测算。阁下，我们的手环数量根本不够，而且我们没办法像东国那样将手环放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自行测算，必须通过军队护送，这样严重影响了效率。此外，还有很多民众根本不愿意接受手环的测算，他们甚至一有机会就会去破坏手环。为什么？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是上帝给予的试炼，擅自去干预是要下地狱的。这些该死的蠢货，立刻开始手环的破解和复制。1周内我要看到10万个我们自己生产的手环。阁下，这个恐怕还是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别说你们破解不了东国人的加密，你们可是蓝星最强的科学团体，拥有最好的设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阁下，这个手环根本没有加密，使用的工艺也并不复杂，我们现在就可在国内生产它。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，制造这个手环需要高纯度的笛，国内根本没有。我们一直都是向东国人进口笛，现在他们禁止出口了。又是这个该死的稀土，该死的笛，该死的东国人。阁下，抱歉打扰您。史托斯家族、肯尼蒂家族、布斯家族、克林克家族，还有阁下您的家族联合来电，要求我们尽快为他们提供至少1万枚手环。1万枚？他们以为这是圣诞节的糖果吗？告诉他们，现在全国连1000枚都凑不齐。可是那些大贵族们说，
如果3天内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，就会什么？就会公开抵制您的一切方案，任何事情都不会配合。世界都要毁灭了，这个世界都要毁灭了！这群蠢货还在想着政治游戏。阁下息怒，其实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弄到一批手环的。什么办法？东国人把东西看得很紧，有这么一批手环，他们并没有在东国人的看管之下。不是还有很多国家的手环是通过我们的飞机转运的吗？东国人只是把东西放到港口就不管了，我们完全可以。好，这件事你去办。阁下，第一批手环已经到货了，转运给辅国的800枚，袋属国的600枚，还有紧急从霓虹和民国海关查漏的1200枚，全都顺利入库。加上前面拦截下来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向各大家族提供了差不多8000枚手环。他们有什么反应？辅大使已经提出抗议，我们按照预案推说是物流系统出了问题，正在紧急排查。不过他们民间呼声很大。我没问你这个，我是说那些家伙。哦，各大家族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感谢，说是一定会全力支持您的一切。还有，您的那个岛突发大火，您常去疗养的那家医疗中心烧成了一片废墟。阁下，东国外交部刚发布声明，他们宣布由于不可预见的物流问题，将暂停通过我国转运手环，改为直接空运至目的地。见鬼！这个蠢货，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盟友体系吗？东国刚刚宣布启动全球互助计划，承诺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空运手环。当人类面临共同危机时，不像有些会夺走盟友救命稻草的家伙，我们选择分享最后一块面包。阁下，最新民调显示，我们在北方联盟的盟友支持率暴跌至31%。现在各国都无视我们的警告，擅自对东国开放了领空。哈哈哈哈！不知道向英家后悔了没有？哼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好我们自己的大封装计划。也不知道这个计划能不能行得通，应该没问题。我们不是通过9章模拟过吗？成功率超过97%。再说了，就算是不成功又能怎么样？比起你记忆里的上次，这次我们能够做到的已经多了太多。李指挥，立场监测设备已经到位，封装检查也确认无误，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实验了。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实验。实验成功，封装计划有效。太好了，云叔，这意味着我们的选择权成倍增加，能把设备带过去，在那边重建生产线根本不是问题。丁参谋长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后续的安装调试、人员培训、原料供给，每一个环节都是难关。更何况，我们现在无法确定穿越过去的地点，万一出现在荒壤烟的地方，或是极度无危险的位置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小子啊，就是想太多，这东西就是核心，凡是它出现的地方，即是我东国领域。现在去发通告吧，告诉他老人家，封装计划实验圆满成功。既然人到齐了，我们现在就先开会。云叔和丁参谋长傍晚才能赶回来，就先不等他们了。我们先进行初步的讨论。你们对这个封装计划有什么看法？很不错的计划，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在异界的实力和生存能力，但是需要计划好封装的顺序和数量，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了这边的生产生活。毕竟虽然还有不到50天就要开始穿越，但是大部分同胞还要在这里生活近3年啊。我的意见和他差不多，我们社科院立即通过9章建立大模型，找到能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方法。不过我们一旦开始大封装计划，英家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动？毕竟这个计划规模太大，根本不可能隐瞒的。呵呵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通过这一次的手环事件，英家现在已经是声名狼藉。虽说他们一贯不在乎这个，但是起码短时间内没那个精力来干涉我。
我在这里跟你们先交个底。在指挥部的示意下，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暗中向着英家和其他各国输出了超过20万枚手环。这些手环大部分都留下各国世家政要和富豪手里，他们才是真正能够把持那些国家政策的人。对啊，手环算是给他们的一道保命幡，只要他们觉得自己安全了，就可能不会与我们鱼死网破。我们还会在暗中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手环和其他适当的资料，保证他们不会急眼，还能换回不少东西。前不久，我们还用5000枚手环在大麦谷管到了一整套最新的光刻机系统，正暗中运往国内。现在各国都不和英家一条心，大规模人类内战应该不会发生。李总指挥，这是自移山计划开始2天截止现在的情况反馈。想不到2天不到的时间，超过200万人报名参与移山计划。如今移山计划的1200个1期目标已经全部分配完毕，预计将在1个月完成封装。我知道了，秦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能修建万里长城吗？因为团结？不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足以改变未来的事，将危险隔离在外面，让自己的后代可以生活在安宁当中。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。移山计划和我们当前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能在异界让我们的后代可以活下去，所以他们甘愿这么做。我们东国从来不会缺少这样的人，把一切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身上。通知下去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。是。云中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事情？有位建筑工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施工办法。经过9章的模拟演算，能够提高超过10%的施工效率，还能有效提高安全系数。真的？没错，你来看看这，就这么一个结构简单的东西，居然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。那万老过来找我，是想尽快在全国移山施工现场推广这个工具吗？不，那种小事我怎么会特意过来找你？实际上，那个工具的有效性通过验证后，早就开始推广了。我来找你，主要是这么一件事。在收到这个工具后，我专门跟工具的提供者聊了视频，他叫陈立峰，是个建筑工人，50多岁。他在训练基地根本派不上用场，那些训练对他实在太难了。很高兴能够有移山计划这么一个能让他发光发热的存在。你是说我们直接推行全民训练，是不是有点独断了？和那个陈立峰一样的人在东国绝对不会少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们准备其他的出路，好让他们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？万老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秦野，启动百工计划。我们要在为所有不适合战斗但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开辟第2战线。建筑工人、机械师、焊工、农民，甚至是厨师、教师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都能在异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移山计划只是开始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完整的文明。我太狭隘了，之前只想着带走装备和能源，却差点忘了最宝贵的资源。现在调整还来得及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们接下来会建立数据库，这些人的身份会特别标注在数据库里。聊什么呢？给你们说个好消息，提提神。又有好消息，还记得你和老丁、杜院上他们讨论的无人机海战术吗？记得。虫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数量多，不畏死。我们的战士却是牺牲一个少一个。要是能用大量的无人装备弥补数量上的不足，打起虫子来肯定会轻松很多。可惜想在异界建立足够的生产线太难，当初根本没有这个机会，而且还需要对应的技术人才。要是能早有准备，或许就不会输得那么惨烈。没错，对付虫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无人装备去对抗他们的数量优势。现在这个方案的2个瓶颈都解决了。都解决了？这么快？通过产业调整，我们的无人机产能已经突破天际，预计下个月日产能还能翻一番。到时候别说1人配1架，就是每人指挥一个小型无人机编队都不成问题。上一世在外界举步维艰，连像样的生产线都建不起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士们去填命。而现在，这就是国家机器全速运转的恐怖力量吗？操作人员呢？就算有再多无人机，没有足够的操作员也是白搭。异界的电磁环境复杂， AI 自动寻敌的效率大打折扣，必须依赖人工微操。我们找到了不少民间高手，猜猜看，现在全国有多少熟练的无人机操作者？500万，500万，难道1000万？格局小了，是整整1亿，这还只是初步统计。1亿？这怎么可能？真有1亿？游戏产业立了大功，战争զ灵、使命召唤这些模拟游戏的硬核玩家，经过2周特训就能达到军用标准。更别说我们还有那么多航模爱好者、职业飞手，他们可能跑个5公里会喘，但在屏幕前，他们就是最顶尖的王牌飞行员。哈哈哈，云叔，快来，有好东西给你看看。到底什么情况？看你兴奋成这个样子，跟火烧屁股似的。正好你也在，
走，一起去看看。万院长他们这次搞出来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，真有疑义。为什么上一次想找几个能够熟练操作无人机的人那么难？往往只能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那些必死之地去探索敌情。某处训练基地里，上千名穿着便装的年轻人正戴着 VR 眼镜，双手灵活地操控着虚拟界面。学生、外卖员、程序员，甚至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。游戏产业立了大功，战争盘旋，使命召唤。这些模拟游戏的硬核玩家，经过2周特训就能达到军用标准，更别说还有那么多航模爱好者、职业飞手。云叔，快来，有好东西给你看看。老丁，你这风风火火的是要做什么啊？老朱你也在啊？什么叫做我也在？我一直都在这里的好不好？到底什么情况？看你兴奋成这个样子，跟火烧屁股似的。正好你也在，走，一起去看看万院长他们这次搞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东西。息壤单元泛地形多功能模块自组合平台，咱们空间站技术的民用结晶。老万，你这玩意儿看着跟从科幻片里面开出来的一样，这可比科幻片里面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实用多了。看这配置，800伏半固态电池组，配合100升的增长发电机，续航能到2000公里。6轮独立液压悬挂，加上海绵记忆材料实吸轮胎，就算是没有路的山坡也是说上就上。这些接口这就是它的精髓所在。每一个这种单元都可以随意拆卸组合，2个这样的单元可以直接组合成一个野外应急避难所，带净水设备和空气过滤系统，可以容纳最多10个人短时间生活。要是3个串联，就变成载重超过20吨的交节式运输车，还可以做到水平横移和举角转弯。我们测试过，就算在完全没有道路的密林、湿地的极端环境，只要打开履带模块，照样能跑起来。这么说来，无论那边什么环境，这玩意儿都能发挥作用，通通不在话下。2个单元并联就是工程平台，能装随车吊和破碎锤，单独一个展开就是移动指挥站，升起6米高的通信桅杆。数量越多，息壤单元所能组合构建出来的东西就越复杂。如果有上千个单元，就算构建一座迷你城市也不是不可能。有了这东西，我们可以很快就在异界站稳脚步，初期生活率又能提高不少。李指挥，鹰家第3、第7、第9三大舰队再次共同逼近东国海域。丁参谋长，请你立刻前往应急指挥中心。走，去指挥中心。他们这是在最后试探。根据情报，鹰家国内已经乱成一团，大统领支持率跌破20%，只能通过军事冒险转移矛盾。这次他们来的倒是不少，不光是鹰家的3个舰队，尤其是袋鼠州，算得上是全军出动。按照我们内线得到的消息，这次他们主要目的是施压，理论上并不会加剧力度，只是想要借此让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他们未免想的也太美了。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到，当我们进入总动员状态，当整个东国全体上下齐心协力，能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。正好就拿他们试试手。命令玄海舰队前出至公海，展开无人机群，好好检验一下训练成果。启动燧人系统，构建封闭式无人机群共感网络协议，防止他们进行干扰。这次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克制。长官，东国的无人机海正在逼近，目测数量超过10万架，全部配备重火力模块。我们尝试着干扰他们，可是却没有任何效果。怀疑这些无人机使用了特殊通讯协议。指挥官，辅国舰队正在转向，他们要逃了。汉斯，袁伟他们的舰队也在后退。这些不靠谱的家伙，胆小鬼！通告全军，所有近防炮做好开火准备，所有舰载机立即起飞，让霓虹和民国舰队往前，充当先头部队。所有驱逐舰把鱼叉都给我射出去，就瞄准那些信号最密集的地方，那里一定就是无人机母舰，开火！遭遇大规模全频率信号阻塞，我们与鱼叉的联络被中断了。没关系，鱼叉的目标早就已经设置好了，即便是遭遇信号压制，
他们也能命中目标。报告，那些无人机过来了，速度很快，所有船只瞄准无人机集群，近防炮全力开火，将装备有反辐射弹头和斯莫奇弹头的导弹全部发射，就在近域直接引爆，要快！报告，超过50%的船只近防炮过热，已经无法继续攻击。他们过来了，回避！快给我回避！船体遭遇攻击，船体遭遇攻击，飞行甲板全部损坏，左舷破损，我们失去了30%的动力，舰载机阻拦扫全部损坏，飞机无法降落了。兰德舰进水，发出求救信号。布莱特舰失去战斗能力，申请退出作战海域。尼霍，民国舰队减员超过80%，一半以上的船只正在沉没。尼霍，雪恩号沉没。他们又来了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东国人到底造了多少无人机？该死的，我们的渔船和舰载机怎么了？为什么没有击沉他们的指挥舰？他们的无人机集群太多了，他们的无人机占据了几乎所有空中通道，我们的鱼叉还没飞到位置就被击落，舰载机也是，根本没办法冲过去啊！东国舰队发出最后通牒，要求我们立刻投降，停止一切攻击行为。做梦！我们可是英加联合舰队，这颗星球上最强的舰队。怎么办？那些无人机开始进入战斗模式了。命令舰队停止攻击，打旗语。我们投降。通知大统领，我没能完成他的命令。我们无法突破东国的防御网。这就赢了？对手可是英家，他们那支纵横全球几十年的最强联合舰队，是我们准备了多少年的头号对手。赢了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准备，还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想打赢我们，那不是做梦。看来我们的准备比想象中更充分。这下好了，穿越前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也被踢开了。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这些家伙应该会老实几天。我们可以全力备战即将开始的异界穿越了。一想到刚才消耗掉的那些无人机群就这么浪费在无谓的战斗中，我就心疼。现在还得尽快把这些缺口给弥补回来。这可不是无谓的战斗啊！以英家的一贯德行，这一战几乎是必然发生的。只有现在的消耗已经非常不错。我当然知道这一战是必须的，我只是有点心有不甘罢了。还好，总算是都结束了。不，这才是开始。立刻启动东风预案，让所有海外办事人员做好撤离准备，同时通知各战区做好战斗准备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最新情报，英加大统领宣布辞职，英加国会启动紧急状态法。另外，超过27个国家已通过秘密渠道请求与我们对话。看来我们的无人机表演效果不错，这次回去我一定推动双方达成合作。红星联邦未来3年的资源，除了自身需要的部分外，将会全部供应到东国。希望东国能够提供足够的手环和工业品的支持。尊敬的代表，请代我向贵国的大总统问好，就说我本人和我们东国非常愿意和你们达成深度合作，一定希望在异界我们能成为邻居。我们的新任最高指挥官让我给您私下带个话，说向东国道歉，保证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问题。麻烦您也帮我向贵国新任的最高指挥官带句话，说我接受他的道歉。我非常期望和平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，共同建设和面对困难，为了我们和谐的生存环境而战。这是穿甲爆破弹，用来对付虫族；这是信号弹，用来标记坐标。你们是第一批火种，记住，你们的任务不是战斗，是活着。活着建立第一个通讯节点，活着画出第一张地图，活着找到所有落单的东国人，活着建立临时据点，活着等到大部队到来。你们携带的每一粒米、每一滴油，都是人类文明命的火种。记住，当你们踏上异星土地时，你们的脚印就是东国的界碑。保护好你们携带的东西，活着
把他们交到大部队的手中。我等着与你们再会的那一刻。怎么，到现在反而紧张起来了？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可是，要是我的记忆真的有问题，穿越不会发生，那样，那样不是更好吗？要是真的不会发生，我们能少牺牲多少人？那是好事啊！难道你还怕因为弄错了有人骂你不成？放心吧，我们跟你一起扛。哼，是啊，要是真没有发生，那是好事啊！比起千万东国百姓的生命，我个人荣辱算得了什么？目前校准的穿越顺序有没有什么变动？没有，以云墙上尉为锚点，第一批穿越者合计152万7314人已经全部标注完毕。目前这第一批穿越者正在为穿越做最后的准备，各单位都在观测着这批穿越者，为后续计划修改做好准备。其他各国的反应如何？截止目前一切正常，除了少数还是不相信这一切的家伙，其他各国都在为即将开始的穿越做准备。当然，他们大部分的目光还是在关注我们。很好，继续观察，有什么异动立刻汇报。是。还有不到30分钟，倒计时3分钟，通知下去，全部西长单位点火，做好应对可能存在的冲击的准备。倒计时1分钟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李指挥，国内第一批穿越数据汇总完毕。神塔和玉书小队呢？全员安全穿越。移山计划的12个封装体也都顺利运输完毕。国内第一批穿越人员已经全部完成穿越，具体人数和手环预测的完全一致，并没有出现手环预测顺序外穿越的国人。根据我们的观察，所有穿越人员基本都是在15日0点0分的瞬间消失的，基本没有任何时间差距。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发现？我们发现了希克斯波原子力场的爆发，可是一瞬间就消失了，无法进行任何后续观察。看样子目前还算顺利。各地有没有出现异常情况？意外还真发生了一个。什么意外？说起来，第一批穿越者送别那天，有对小情侣难舍难分，死抱到穿越启动的最后1秒都没散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结果直接出了意外，那个本该穿越的男生，最后除了自己，啥都没带过去。你是说？对，和你想的一样，他准备的所有物资装备，连身上全套衣服都留在了姑娘怀里，自己光溜溜的穿过去了。好你个老秦，都会开这种玩笑了。我这不是看这里的气氛过于沉重了吗？调节一下气氛。其实也不算是玩笑，真有一对情侣，不过不是东国人，是在辅国那边。男方确实留下衣物，光溜溜的穿越了，女方抱着男方的衣物，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。技术部门那边怎么说？我们的技术部门猜测，在穿越发生的瞬间，2个纠缠的希格斯场产生了类似量子纠缠的波动，导致男性穿越者所有非生动起附属物都被剥离。看来波色子立场之间的互相干扰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夸张。立刻通知技术部门，所有后续穿越者必须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。预列小队的装备要加装场稳定器。明白。对了，李指挥，穿越发生10分钟后，我国的外交电话就被挤爆了，各国纷纷想与我们签订一份互帮互助协议。他们说，希望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手环和其他物资，愿意尽可能满足东国一切交易条件。
靠，这就是穿越的感觉吗？完全就像是被丢进一个滚筒洗机里面，还特么是漏风的。见鬼！模拟训练里可没说阳光会这么毒。附近应该没什么危险。离穿越才过去3分钟，刨去先前观察周围的时间，看来虽说体感时间很长，但是实际穿越过来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通信模块显示无法连接服务，天气模块也用不了，搜索手环的功能还能用，不过目前并没有任何发现。看编号，这3个手环主人都是普通人，并不是士兵。喂，能听到声音吗？你那边发生了什么？不好，这人遇到了危险。为什么穿越的是我？我还活着。这里是东国陆军所属神坛小队，坚持住，同志，支援马上就到。都我个人。幸好这个地方并没有大型空中猛兽，一路上有惊无险。另外2个手环的蛇游者已经联络上，目前还算安全。这应该就是王磊驾驶的皮卡了。兄弟，我接到人了，这小子运气不错，掉在灌木丛里只擦破点皮。先停在那里，不要移动。我现在给你重新规划一条路线出来。你附近有怪物吗？如果按照原来的路线前进，你们会正面撞上他们。嘿嘿，放心吧，兄弟，我老王的车技那是杠杠的，更何况还有国家给配备的这东西。你就按照这个路线过来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第一批探空气球的搜索范围已经扩散到200公里以外，差不多接近燧人1号能够控制的一半。现在分成2批，一批气球继续向外探索，另一批需要原路返回，进一步扫描具体情况。可惜半径200公里的面积还是太小。幸好这个地方并有大型空中猛兽。给你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该死！王磊，立刻转向！你右侧3点钟方向有大型生物接近。啥？兄弟，什么情况？啥大型生物？不要管这些，立即调整路线。王磊，立即停车，启动封闭模式。那家伙速度太快，你甩不掉他。来不及了，快！兄弟，这不要犹豫，快来不及了！巨兽已经离开，按照新路线赶快过来吧。记住，路上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兄弟，这次多亏了你。我是王磊，户外原动博主。这个小伙子是孙启明，大学生。我叫苏浅夏，是个普通的上班族。资料一致，没有撒谎。这里是东国驻异界1号临时据点，我代表东国军人欢迎你们的加入。您说，我们听着。我也没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
相信你们对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这里确实是异世界，我们与原来世界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。在之前，我大概扫描了方圆200公里的手环信号，如果不出意外，第一批东国穿越者当中，处于这200公里内的就是我们4个了。这里将作为我们第一个临时祭点，采取军事化管理，希望大家配合。我们需要尽快建立生存基础，为可能到来的同胞做好准备。我没问题，当兵的大兄弟，这地儿你专业，听你的。我也没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很好，那就动起来。王磊，现在去把你的皮卡车的太阳能电池板全部展开，我们要确保它电量充足。此外，这里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都交由你照顾，务必保证它们的状态完好，这可是我们的生命线。没问题，兄弟，伺候机器我在行。孙启明，无人机或者探空气球会操作吧？会，我本来就会一点，还在训练基地加强过培训。很好。那我给你一批探空气球的操作权限，请你操作着它们将周围的环境全部筛查一遍，所有特殊的地形、动物、植物全部做好记录，没问题吧？没有。至于你有伤，就协助孙启明做记录吧，尤其是那些可以食用的动植物，一定要着重标注出来。那个李长官，不要叫我长官，叫我同志或者直接称呼名字就好。那么我就叫你教官吧，正好你和我们在基地训练时的教官差不多年龄。李教官。你是说这方圆200公里就只有我们4个？没错，我扫描了方圆200公里所有手环的信号，只有你们3个的反应。我记得公告说了，第一批穿越者占人类总数1/1000的样子，这200公里才4个人。如果真的是随机的，那么这里的面积恐怕会是一个相当夸张的地步。你认为这里会有多大？如果真的是完全随机，那么分布在每一个区域的人数都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李教官。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有，而且还不少。这是我前面扫描时发现的，因为距离较远，就没有多做理会。我们不去救他们吗？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连自保都勉强。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东国同胞。活下去，才有资格谈救助他人。教官，目前发现其他国家的人数大概有多少？这个就不好判断了。我只是大概扫描了周围的情况，他们没带手环，不能与系统组网，无法精确扫描。但从零星观察来看，密度应该与我们差不多。这样的话，这里的整体面积至少是蓝星的2到3倍。不过数据只有一次，很难保证不是个例。我需要更多的数据。更多数据吗？快了。还有不到12个小时，第2波穿越者就要过来了。这里的时间流速与蓝星相近，但昼夜却完全颠倒。按照时间来看，此时蓝星已经入夜，而异界的朝阳才刚刚升起。孙启明、苏浅夏，汇报情况。在东北方向15公里处发现了一条河流，水质清澈见底。气球观测到多种动物在岸边饮水，河水应该可以饮用。不过河岸发现多处大型动物足迹，足有脸盆大小。暂时无法判断危险性，水源很重要。我们的食物还算充足，但是饮用水并不多。能请你和王磊一起开皮卡过去看看吗？抱歉，我不能随便离开。当然没有问题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没问题，兄弟。注意安全，我会用无人机掩护。另外，水不要直接饮用。电池情况如何？没问题，目前电量还有80%，足够我们往返了。记住。取水是次要的，安全第一。如果发现异常，立刻撤退。J00003522是特殊编号，有战友来了。呼叫，这里是燧人1号据点，我是指挥官小李强，听到请回答。报告首长，我是东国陆军下士赵明伟，首长请讲。赵明伟，报告你的位置、人员情况和当前敌情。报告首长。我在据点西北87公里，带3名平民。我们击毙3只刃爪虫，步枪弹只剩2个带墙，手枪弹全打光了。赵明伟，原地隐蔽在岩石后方，不要生火。无人机35分钟后抵达，携带急救包、3个弹匣和1支信号枪。看到信号弹再移动。明白。水没问题。王哥，你看这个。那东西至少有2米长，
我们没敢多看，开着车就跑了。是林蛇，看来我们选的这个据点离他们的活动区不远了。报告首长，神陀小队下士赵明伟奉命抵达。所有人听令，赵明伟，你带2名平民留守据点。王磊，你去接应东北方向的穿越者。孙启明，你操作无人机给王磊导航，标记危险区域。苏浅夏，你在医疗站待命。明白。钱老，您看到了吗？我们没有输，这一次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今天是我们在异界的第1天，未来的日子只会比今天更难。我们的身后有14亿同胞，还有无数同胞在各处并肩战斗。我们是人类文明的火种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只要我们还团结在一起，这火种就不会熄灭。为了牺牲的同胞，为了活着的我们，为了人类的未来，为了牺牲的同胞，为了活着的我们，为了人类的未来。首长，有情况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